今天我们来玩7月份的通行证最终奖励船，日本的香取号突袭登陆舰。那这是一台虚构的舰艇，它突袭登陆舰是这个月新推出的一个舰艇分类。那小图案看起来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样子。属性的部分呢，耐久52万，机动有 9.8， 声呐的话比较低，是 1.6。那整体开起来的感觉会跟巡洋舰差不多。武器的配备呢，它是2个2的导弹，2个锁定主炮，2个火箭炮，2架直升机，2个自卫炮跟7个防空。那另外还有配一个无人的潜艇，火力非常的强大。2的这个导弹呢，原装是配44的导弹，那你可以直接使用，或者是换成你想要装的。2的这个锁定主炮呢，它是 RG30 Mark II， 那它就是 RG32 Mark I， 就是俗称的科长炮，再稍微低阶一点点的一个版本。那它是127公里，那科长炮是150公里，但是它的火力没有比较低，因为 RG30 它一次发射是2发，那科长炮一次是1发，所以基础伤害呢，两边同样都是39000。那攻击范围跟炮弹的速度也是都一样，那准度的部分也是都很准，唯一的差别就是它的装填时间是7，科长炮是 6.65， 那也几乎是一样的，所以等于说你拿到了一台有锁定2个科长炮的一台船，那这个是蛮良心的，希望之后是不会被改弱。火箭炮的话2组，我们装这一期的 RBU2500，那这个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俄国版的阿斯洛克 5C， 因为它的伤害 CD 时间跟准度都是几乎一样的优秀，差别是说它的距离有比较短，但是 7.8 公里。不过火箭炮打太远的话，效率也不高，也不会太准，所以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缺点。再来有2个直升机的栏位，那你可以装一个比较好的对空直升机跟一个对舰比较强的。自卫炮的话2组，那因为我们的近战能力算是很强，所以这个自卫炮呢，你是可以装可以对空的自卫炮会比较适合。锁定的2组防空导弹呢是 RIM-161 Black 2B， 那这个就是秋叶号跟美国伯克山卢卡斯号上面的那一组。那最后的5组自定防空，我们就装混合的防空。然后看到这个无人潜航器，这个是新推出的一个武器。那要特别注意是它不是锁定的，而且你现在在市场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个分类，所以表示说它未来会有推出新的无人潜航器，可以让你做更换。那这个新的潜航器呢，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艘1阶的潜水艇，因为它的耐久跟氧气都非常少，但是呢，它同时又有着3阶的一个火力，那航速的话非常快，它这边写30节，但是实际开起来差不多在28节而已。那它跟正常的潜艇唯一的差别就是它没有修理包，它只有鱼雷的诱饵。不过以这个血量来说呢，它大概中1颗鱼雷大概就沉了，所以也不用再特别去修理。释放出来的时候，它会直接在水面上，那需要你自己手动去下潜。那目前看起来，这个无人潜艇它的 AI 积极度非常非常高，它会自己去找目标，然后找到了之后，它会一直疯狂的丢武器，丢完之后还会再马上丢第2轮，它会一直丢到没有弹药为止。然后如果是敌人已经死了，它会自己找下一个敌人。目前行进的路线看起来是有点像飞机在飞行的那种路线，会一直绕圈。那另外就是它氧气用光之后呢，它会上来补氧气，但是它补完就不会再自己下潜了。那武器打完之后，它也不会自己回到母船去做补给，这个部分都是要玩家自己手控把它叫回来。好，那它的备载数量呢是4台，那这边的整备时间是写15秒。那先前在测试版的时候确实是大概15秒，但是正式版的时候测试，其实实际的补给时间大概要23到24秒左右，
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参数的部分还没有修改。那数量的问题不用太担心，因为通常你打完一场的话，这个潜艇都还有剩下来。好，这要看武器的位置。香取号它的船头是偏比较前面，但是在游戏中呢，它攻击其实都是从船的中心去做一个锁定。那香取号它大部分的武器刚好都是在船的中心，所以没有太大的问题。那威力最强的这2个主炮呢，虽然是一前一后的布置，但是你不用担心打到掩体，因为如果其中一个没有办法瞄准的时候，他们会把主炮的炮管直接降到最低，你也没有办法做攻击。所以你只要能够有可以攻击的角度的话，就代表说这2门炮都可以达到目标的。那同样的逻辑也发生在火箭炮上面。好，那总结的来说，香取号是一台全新的一个舰艇类型。那一定有人会有疑问说，那到底是要操纵船还是操纵这一台无人潜艇？那我觉得以目前的 AI 来说呢，你可以放心的把这个无人潜艇放出去，那主要还是操控船。那因为它的主炮其实很强，而且也有火箭炮，好，那所以它有一个很可观的强制伤害。那另外它也有导弹，所以说是远近攻击都是蛮适合的。那船的本身防空能力也算强，那也不用害怕潜艇。最重要的是它所有的武器只有主炮跟这个防空有锁定，其他都还是可以随着未来如果有新推出的武器的话，还是可以做更换的。所以目前我觉得这一台真的是一台找不出什么明显缺点的船。那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月拿到。好，那就进入战斗画面咯。